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世界一定。我的好朋友三条鱼终于参与到女特训的部分，放啊放！觉得恐怖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我们3个人吃吗？没有，这是老板特别帮我准备的。你1个人呢？哎，操！真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多的。那老板说啊，目前为止挑战成功的有4位，就吃这么大一缸。踩它！注意哦，刷缸啊！啊，小缸开箱，这个真高的。观众朋友，吓死人啦！太饱满了吧！还有些想咬上去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会吃那么小一口？太掉！不可以！觉得好紧张哦。好冷哦！寒流来上山真的是会受不了的一件事情。但今天为了找我这位神秘的好朋友，他一般你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他，要找他只有往山上走，往深山里，越深山越高的地方越找得到他。但他跟我讲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到他所在的位置，所以我们约在这个桥这边，然后他会请朋友来带我们。我的妈！现在地狱10度以下，好冷啊！寒冬清晨，已经有一群人全副武装、整装待发，在偏远的山区进行日常训练，就是新版义消3收分队的日常。没想到我的好朋友3条鱼也是其中一员。既然今天是山区模拟搜救训练，想必今天的任务一定是刺激度100%。下降绳就要在后方。这个路做好啊！好。现在这个路基本上也没有4船，你是不可能上来，但路也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狭窄。现在这种路很像我们在登山在走的路，不像车会在走的路。哇，这你们平常训练都是在这种地方？因为我们救难就是都是往山区跑的啊。对。啊，有些林道已经瘫得很严重，我们还是要开呀。那不开的话，就要背装备慢慢踢。这边上去是一直往哪一个山上去啊？左侧是高台山啊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还有铁轨。然后以前这个是华木的那个路，然后翻过去就是五峰乡了。刘坤耀教练可是3条鱼的登山启蒙老师。别看他一派轻松的开着消防车，坐在里面的我像是在搭弹跳车。车子抵达训练基地营，队员们的各项训练似乎已经开始进行了，这让平常纵横各地的我迫不及待的想加入他们啦。我们现在准备跟大队会合。教官稍等我一下。这个地方真的是你们平常会来训练的位置，是不是？我们训练就是挑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是最好的，所以常去的训练不出一个好的技术来。一瞬间下来以后，那个温度又不一样。教官刚才讲的真的蛮好的。你去熟悉的地方没有意义，因为他们真的要救援啊，什么都是找不熟悉的点。那搜救，你们最困难的是搜索，因为人在哪里？你看这山这么大，一个人躺在那里，你很难找得到。对。但是救我们都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再三的提醒这些山友，对，一旦受困的时候，尽量往高处爬，这个很重要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在山里面，尤其在台湾啦，我们其他地方，台湾以外的地方我们不讲，在台湾
你受困，你迷路，往上走。路都在零线上面，收讯又好，然后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到你的踪影。是。哦，看到人了，他们是一路这样溯溪上来。对，他们就是开始在我们溪谷的搜索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深潭呐，对很多瀑布了，这种危险的地形，是他们就必须要去克服。哦，来，我的好朋友三条鱼终于参与到你这个特训的部分。这个算是你平常如果真的没爬山的时候，你就会归队，然后跟他们一起训练。我们对平常的训练是比较没有定时，然后也没有定点的，就是可能比较随机，就会说现在去哪边啊，做什么训练这样。是很多的技术是你如果平常不使用的话，你就忘记。可是老实说，你又不可能 always 天每个月都在去真的出勤去搜救。对。而且搜救也有各式各样，也不是每一场你都会用到很多技术，技术不用是会忘。对。哦，小心点啊！走，那是路吗？哦，也是哎。就是下去，就是想办法穿过去就对了。而且通常人如果会失踪，一定应该不知道。哦，对。观众朋友，你看。我们为什么说这不是路？那这是封闭，这下去就封闭了，就不要太过去哦。阿汤哥，噔，不要玩。这边，这边没有路了，完全没路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瀑布就在那个下面。我们这边下去就到瀑布的顶，因为瀑布是一个比较比起单纯岩壁来讲，再复杂一点的环境，因为它有水。那有水的话，就有很多要避免的，因为像岩壁你垂降过很多次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岩壁你就直接垂降下去是很容易的。可是当我们今天要带一个伤患，他是失去意识的人，那瀑布又有水，你如果让他直接用绳子让他放下去的话，他是不是就喝水喝到饱了？对啊。所以瀑布有其他我们要注意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这样的环境做练习。新版义消集结了各方人士，不定时不定点的严格训练，只为因应民众意外时的不时之需。原本以为除了三条鱼之外，分队应该充斥着男性荷尔蒙，没想到也有其他女队员出现。刘教练还说，这群热血的义消们个个是身怀技能的民间高手。下来之后，其实队员们都已经架了好几条就是绳索了。现在这个主要操作项目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模拟有一个伤患受困的这个地方，对 ，SKT 打包一个伤患 ，SKT 是什么？就是我知道 SKT 啊，卷式担架，看你感觉很重很轻啊，这哪有轻啊？跟一般的担架比起来，你看一般担架这么大，然后这个在山域搜救非常好用。然后所以这个是折叠来，对，然后打开来，然后把伤患放到里面来，然后我们利用吊挂，然后滑轮把你释放到下面去，慢慢滑下去。你都来了，你刚才说把我完全找不到伤患了，要让你模拟一下。你们轮流当伤患。你都来了，要参与体验一下。当然。看起来我这位第一天参与山域搜救训练的菜鸟，也只能担当模拟伤患这个重要角色啦。不过，你们以为我很轻松吗？把它卷起来。这个高度，这边卷。然后我们快点了。你去看一下那个，我去看一下这边的高度好不好？来，不好意思，趁着他们还在把那个担架卷开的时候，快打！还有不要骂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教官你骂没问题，不行。我现在看的是这个高度，这个，你的风险在哪里？就是那个地方，水线那个地方。梁伟，我等下是顺着水道下去，对，我们会顺着水道，因为你的重量会让它会在水线，就让你体验一下。喝水。不会，不会喝的，1秒钟就过去了。1秒钟哦。OK， 来。哦，真的是。打走。
连枕头啊、靠背都有。所以平常如果真的受伤什么打包，就是像这样子。对。所以。照理讲，你的手要是被绑在里面。哦。是在对我们反顾。还是你手要被绑在里面？不要了，不要，为了拍摄。你等下手一定要收好哦。好。怕碰撞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坦白说，虽然我非常相信三条鱼和队员们的专业技术，不过像这样被就地打包，只能躺在担架上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可是头一回啊！面对四周皆是视角盲点，只能仰望绳索和扣环，等待被救援。这样的运输方式，即便是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的我，也是相当的心惊惊。好，收到。准备抬过去。你整这边多久要进去吗？希望我没有太重。我觉得好紧张。我瀑布不管跳啊、垂降啊什么，自己下去啊，什么都弄过，没有被这样子，我无法控制我自己。你看看我的。我只能这样。啊！绳子收紧。我有把它扣在绳子上。我觉得，还是我不要下去好了。我觉得这样很棒。就这样子吧。好，很多条绳子了，其实。下这个很多条绳子。我等下什么都不要拉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等下手尽量先你的手肘，怕你手都撞到。好，我手尽量收着，我会收好好的。谢谢各位的救援。你可以放心享受当伤患的感觉。是吗？我等下都会是头上脚下，是不是？1、2、3。坐下来，自己坐下来就好了。不要往下掉。好来，没有。OK， 可以。有别于过去休闲冒险，眼前即将参与的瀑布滑降多了一层严谨的肃穆感。毕竟，真正的山难发生时，现场的每个动作都是在为伤患争取最多的抢救时间。他们现在弄起来以后，安全感蛮足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哇，有没有更比较不会歪？好，辛苦了，重了点。还好你不是很重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有没有包过更重的？有。有没有破100公斤的？120。哇！那下去吗？可以了吗？我们要下了。可以。好，来那边小心。3人。帮忙提高。对。加油！放啊，往上放。慢点，越点。不管怎么样，多少觉得恐怖。哇，好冷哦！到，谢谢。哦，该怎么说呢？这边。觉得其实是自己的心理恐惧了，但整个非常的平顺，速度也没有到太快。没有实地参与都不知道，山搜队的养成是如此的严格谨慎。无论是溯溪搜寻，还是救援绳索制定、伤患搬运，都是需要透过不断的合格训练，才足以在最紧急的时候发挥救援最大效能。因此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民众在登山前一定要将手机定位开启，方便在等待救援时传送定位简讯，让搜救人员更容易找到你。你刚才有讲到，比方说你在山里面迷路啦，找不到方向，就要往山上走，不要往下走啦。好，迷路了，我现在往上走，到一个地方，我最重要先怎么让自己增加生存几率。在山上，除了坠落死亡以外，我们第2大死因就是失温，所以保持自己的身体体温就很重要。对，
不要正面迎击风雨，好不好？有时候，譬如说真的风真的非常大的时候，你也不用真的站在零线的正上方，风最大的地方等，当然就不用。我刚不是说我们如果今天要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啊，对可是我们有时候在搭这个紧急避难杖的时候，对，姑婆玉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种材料，虽然它有毒，但是对你小心手不要沾到那个它的那个汁液之后又吃东西就 OK， 对皮肤沾到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很哦常，见。这个不能吃哦。这边要讲一下怎么去分辨姑婆玉，对像这旁边这个是青玉，这个是可以吃的。哎对，但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它就不能吃。婆玉的叶片，它的这个开口裂的比较下面，对像那个爱心的形状。对然后这个青玉的话就没有，它比较圆。对，来，姑婆比较立帮我撒点体，对不对水？你就看到，这是一般这是什么青玉是？青玉的话，它不会沾水，它上面有细毛，嘿，对，所以它水珠可以看得水珠可以这样动。所以你把它放到可是你看姑婆玉，国语，它因为没有，它的表面是光亮的，它没有那个细毛，它是不是会整个死掉整个全部都沾水了？对。哎，我们的青玉哈，这芋头就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切下来这个就是芋头的部分，哦，这个是可以吃的青茎也可以玉，吃好小，哎，茎也可以吃啊。对，它这个还小很小颗，但是原住民就是把这个青玉哈，嗯，直接煮熟了以后晒干，它可以保存很久，就都不会坏。对然后你到身上去，只要再加水，再煮一次就可以吃了。哇，你也不用带泡面，就是类似同样的意思。然后在山上哈，我室温的死亡率是最高的，对，所以说我们生火是最重要的。搜救队员除了练就一身专业技能之外，对于野地求生的知识更是不能少。再来就厉害了，生火燃起狼烟这项求救技能，在没有干燥木头的溪谷边，该如何顺利解锁呢？来，我们这山上哈，嘿你看到处都有这种这芦苇花，是取它上面的最上面这个部分。对，取在上面的部分，然后呢，把它揉起来。教练，你也会建议，如果真的要上山的话，随身带一个这样小小的打火石在你的身上或包包里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都是可以在紧急救难的时候帮助你自己增加这个生存的机会。今天怎么？哦，瞬间呢？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赶在这边直接开始生，是因为这边其实还算潮我们是专业湿。我们在溪边，对这边很潮湿。第一个我们要水，直接有水。对，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它潮湿，你旁边这种虽然它很多干的落叶，可是你看翻开有吗？现在就是湿的，对它不容易燃烧。对，所以看地方，你最好保险的情况就是把周围先清理，拉出火线来，对不对？对就是先清空，让它不会再继续往旁把边延烧旁边容易。烧的东西都拨开。对，斜的，斜45。莫急莫慌。我刚才那个烧起来瞬间，我觉得太舒服。好，我们的香肠就这个要等你的火。放在下面，这个是在下方，然后草是在上方。你要把它稍微把它搓开。哦！三条鱼，我觉得你现在好帅。就每次爬山的时候，三条鱼都会告诉我们一些登山的常识啊什么的，就是有一种哇，好多那种真正的专业知识。大力一点，用力一点。原以为很简单，怎么一样的东西到我手上变得如此有挑战？哎，别催我了，我一定会给你们大大的温暖，我可是暖男小刚哎！有了！再盖上去。哦！救命啊！我们可以烤。来烤肉！大家来取暖！有火就有温暖。对。生完火以后，你如果要制造一个狼烟，让我们搜救人员能够发现到你的话，对很简单，你把火生好了以后，加上一些木头，让火势最大的时候，对砍一些那个绿叶子盖在上面，湿气会让那个烟它就会形成一个白色的烟对往上冲，然后我们很容易就在山上看到你的位置。哦，就远处就大概可以知道相对位置。你看，像这样子那么浓的烟，对不对？就得救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三条鱼跟教练跟你们讲了很多非常重要的野外求生知识，谢谢教练。好，那接下来三条鱼，好不好？你训练完，跟着我们往南走。既然三条鱼带给我这么多不同以往的任务体验，那么接下来的行程我也得安排一些非比寻常的挑战。嘿嘿，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。吃啥
拿，我就知道，我就是怕你吃不饱。你不要看我们3条鱼小小只的，毕竟它消耗的能量跟它肌肉量很大。对这边是大雅区算最热闹的地方，是我安排了另外一位女神带你吃饱。其实我有一点算是某种程度算是她的粉丝啦。对对对，来，哎，泡芙。我们这个算是大胃王界的女神。就看起来就是那种平常都故意不吃饭的那一种，真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她真的很会吃，她真的很能吃。这家是你有来吃过吗？有这家有来吃过。这家站的好了，我只想问一句啦，泡芙饿了吗？超饿。拿看。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多的。店老板说啊，目前为止挑战成功的有4位，就吃这么大一张的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岁感一定。美女泡芙说赞的这间是一家设计十分吸睛的古早味小店，里头卖的就是传统台湾小吃米刷。不过面线能有多特别，让咱们继续看下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我们3个人吃吗？没有，这是老板特别帮我准备的。一个人呢？这个是10人份的巨无霸面线，10人份，哇，这多重？这个有12公斤加碗重量。我也要拿拿看。这个很重。哇，哎，超重，真的。你不要骗人，你明明单手就可以把它抬起来。哎，人家是我们这个用料很丰富哎，对里面有中卷、对，然后大肠，然后跟新鲜的肉羹。哦肉羹。对，这个是为什么你哪来的 idea？怎么会想要弄这个？因为我看到日本大胃王都是那种就是日本食物啊，是冻饭啊，然后拉面那些，然后比较少台湾小吃。所以你自己有吃完过吗？我以为是老板自己喜欢这样吃。这个是否我们泡芙的？泡芙你真的饿了。个人。那这样我们有还是我们share他一点点。我有。没有，泡芙没有要你 share 的意思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敢抢食了。刚说 share 是他瞪你一下。哎，好可爱哦。这个真的很复古。这就对了嘛，这就是人类的食物。我觉得这好可爱哦，这个。哎，好可爱，这也是里面也是3种用料，对，都一样的，都一样，都是1人份的。这个不是巨无霸，这有一个小便当的 feel 哎。对啊，这个是可爱啦，代表台湾的这个传统的大灶嘛。但我要说，这个目前这样子啊，它送过来料非常实在，而且其实香味很足，就它的那个蒜香啊、香菜啊，它里面的料的那个香味其实是不比而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多的，但是我看很多大胃王之前好像都来这边挑。哦，墙上这些全部都是来挑战过的。所以它这一家店在大胃王界也算有名。算有名的，今天就带你们来朝圣看看。基本上朝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朝正位。如果真的吃完很可怕哎，最重你吃过目前食物你有算过吗？差不多5公斤，这个多了1公斤。所以这个算挑战，直接开吃了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要自拍是不是没？有，我很好奇泡芙要吃多久？你真的是还硬要给人家计时。开始计时。是一种享受。你看它的中卷，真的很新鲜呢，蛮脆的哦。而且你看它的面线啊，其实不是剪的那种碎碎，不是全部都汤汁哦。你看它面线量其实是很扎实，老板在用料上手软，不然有些送来都是全部都汤汤水水。它的面细致，跟汤融在一起。但又不会都是水，或者是也不会太硬，我发现他是先把那个上面的料都捞完，也是有顺序在吃的。先把料吃完，后面可以用喝的。哇，你这样拿起来直接喝就对。策略了。你平常会看大胃王啊，他们吃东西吗？老实说，我是真的，或一些吃播的我。真的是第一次哎，但是我觉得跟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，就是不是那种狼吞虎咽，他吃的真的非常优雅。没有，狼吞虎咽的还是很多人。真的吗？我其实是蛮认真的一直在吃啊。像这种通常1人份，你们
大概是2朵就没了，那就吃就没了。那老板说啊，目前为止挑战成功的有4位，就吃这么大一缸的。好，从今天之后就有5位。老板，我挑战完毕了，我可以签名。超不要脸，还自己说。老板说你还有9碗，泡芙现在料基本上都已经吃完了，9成9都吃完了。接下来就是用一直喝。1人份的招牌面线就能够喂饱食量已经不小的我和3条鱼了，很难想象这种巨无霸碗公面线该如何塞进1个人的胃啊！不过看泡芙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相信要不是面线本身就好吃，也不会有那么多大胃王挑战成功。所谓先甘后苦，吃完美食之后，接下来的摸黑赶海行程可就没那么轻松啦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好不好？早起的人儿有东西吃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去吃虫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的那个大哥啊，应该算是帅哥了，小帅哥会带我们去抓他平常我们低等日常抓抓捕捕的行程。哎呦，张威，走。完全不想伸出手。你干嘛那么早啊？现在才几点？我们要赶那个潮汐下去啊！哦，丢了。哦，因为你知道在山上没有潮汐的问题，对在海边都要看潮汐。对，不然会发生危险。然后有分大潮、中潮跟小潮水。对。然后小潮水的话，就是平常是水淹不到我们要抓的地方，它就只有中潮、大潮才淹得上来。今天是中潮，大潮，今天大潮是不是？所以说大潮会比较有东西。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是往无期这边有海边吗？我们还是要往哪里？要走那个涵洞，就是地下水沟。类似，它是海现在就是涨潮的时候，水会灌进来，对，一些虾子啊、鱼那一些都会跟着洄游进来里面，然后就是住在里面这样。就避浪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温度也会比较高。冬季港口的冷冽海风吹得大家冻到骨子里，更别说天都还没亮就要跟着我们达人通宵摸黑。不过，就像钟威说的，讨海的生活不比务农，一切都还得配合潮汐作业才行。它是淹到多高啊？它那个水是多高？你那种地方水的话吗？水的话，如果说涨潮整个涨上来的话，那就淹掉了1层楼。我说我们现在进去，现在水位大概到30公分。抓这么多次，有的没有的，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这算是我们主要是要往哪里啊？出海口是那边对不对？出海口是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出海口在后面。对，他们都会靠那3个墙壁旁边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抓什么东西？每个季节应该都不一样。现在季节的话有番茄虾，然后沙虾、乌鱼啊，很大都有，像沙母、沙公那些也都有。这里有那个胶。怎么就在我后面没看到？它怎么没有动？什么？细骨。国菜。很刚死吧？超大的刚死不久。这超大那个上一个潮汐跟水进来的。还是重的如果它死了，可能半天1天，它就会变空了，因为它的那个很快细菌啊，那个细菌那些就把它分解掉了。哇，慢慢的，这只蛋很饱。现拆啊，反正都死了，我们也不能吃它。哇，好饱，满满的。哇，才到涵洞口就发现大沙母，据说目前市价1斤大概1000元，真是太可惜。希望接下来能够抓到活跳跳的螃蟹，咱们才能有口福啊。不过，不像在宽阔的潮间带或是红树林泥地讨生活，像这样步步为营的行走在密闭空间中，危险性更高。因为我们寻找猎物的同时，还要时时注意潮汐，抓好回程时间，以免灭毒。虾子哦，哪里？在这里有没有？眼睛很亮，有没有？刚好在笼子旁边。现在藏下去了。我抓。好，大只的吗？算小。哇，你都直接用。看准位置是用手抓都 OK。哇，真的藏在太准了吧？真的藏在沙子里。踩它。对哦。刷缸啊。
小刚，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岁感一定。在那边比一下。它是装死吗？装死。好，就这样子照着。大象，它大小差不多就最多是这样子了，哎，还会再大一些，但是不会差到太多了。不会扯到太多了。犹如迷宫的渔港下水道，光是走完全程就要3个多小时。身在其中的我们，如果没有头灯探照，根本伸手不见五指啊，真的是很心干干呢。好，先不要动，慢一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他这个眼睛？哦，就这样露出一点点而已。对，它是埋在沙里面。哇，这样就一只。这里还有一只今年的苗，小沙公。哇塞，哇，小沙公，对，今年的。哇，我们这一趟第一只沙公，好可爱哦。难怪要走到3个小时，因为它这整条啊，它的对慢慢走慢慢看，然后你等下要用扫，你知道有点像是整个扫视的方法，把它全部都扫过。然后踢脚，然后你虽然沿途都不难发现豆仔鱼和沙虾，不过真要喂饱我跟3条鱼，还需要更大的货色才行。哦有。抓到了，哦，好会弹哦！我抓到了呢，沙虾。今天铁管，然后小心哦，这个都会锁哦，它这个暗边有时候都会直接锁在旁边。我是觉得是看不到。快点，有。踩到了，踩石头。先抽几件。水哦。哦，刷缸啊。刷缸。哎，哦，很粗哎。粗啊，2指半。1斤多，2斤跑不掉。原本以为洞口发现的那只沙母已经够大了，现在竟然能在涵洞里找到更大的惊喜。据说这里抓到的最大纪录是4斤7两的螃蟹哦，那么眼前这只少说有2斤多吧。有。我想喜欢的了。交给你啊！陆公啊！踩它！踩到，它很生气。Hello，给你夹。就是那个。不出洞口都不知天色已亮，这趟摸黑的地下忍者龟任务算是收获丰富。看来也只有像钟威这样的猎捕达人带领，我们才有机会享受到清晨很劳爱超痛风早餐。开吃！因为我们就是简单的那个调味，对，盐巴水煮而已。哦，赞！哦，这个赞，好。先吃了。哦，早餐吃这个。很奢侈哎，早餐吃这个。哦，好甜哦。超好甜。好甜。没有看说话，不好意思。肉有多满？一般大家都以为只有熬。哎呦，谢。我还想说，我先用这个的。你看这有多厚？太吸引人了，真的。吓死人呐！好了，来开箱，开箱，这个真高的。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，盆子。哦。内啦，满满的，
看到没有？这个如果不新鲜，什么才算鲜？3条鱼啊！早餐这样吃，你的胃口会不会被我们节目养坏呀？吓死人啦！因为我想现在就太饱满了要吧不！要拍，我现在就想咬上去。可像这样子，你们一般你进去抓，大概一天你可以抓到多少只？最多的话，对，可能50-60只跑不定。 50-60只，对50-60抓几只。个小时啊？你讲1个多小时。 3个多小时。这样沙虾不算哦。然后那个连都没有时间可以绑，直接抓到就丢在抓就扔，抓就扔。对，太夸张了吧，50-60只。都是大只的。大小都有，最小的话可能半斤，最大2-3斤到4斤都有。我们不客气哦，吃掉了。好，没人要，没有哈，没有哈。哎，郭哥，这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它的肉很 Q，你不要看它小只的，它头里面该有的膏都有，很厉害。整个甜味啊是浓缩的。哦，我原本还以为沙虾就是一个很简单，它比我们一般吃什么炒虾、炒虾、白虾那些好玩。对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看在大家早起一起同甘共苦的份上，总不好让摄影师们吃虫吧？来，郭哥，咸咸，让我来喂你们。毕竟能吃上一口沾有浓郁蟹膏的蟹螯，是何等幸福的滋味呀！奢侈品。来，哎呦，怎么样？先，来，好，哎，你怎么会吃那么小一口？不可以！好不好吃？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哦！来，终于到我了，等好久。你前面吃了这么多个，我要想办法把一口气全部洗掉。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超幸福了，真的。早餐吃这个真的是不得了，太奢侈。再下去抓。会累啊！哦，好甜哦！补足精气神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项更神圣的任务要进行。走，对蛙来的钓。吃饭预备姿势。好，另外林犬会把碗一只一只会摆好，对不过自然而然就会看着你们。 OK。哇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。开始，来，哇，教官好，你好，现在，人也进去啊，跟狗狗一起进去，这是我们的户外实境的搜索训练场。所以这个是带狗狗进去训练的意思吗？对，因为我知道这边是这个921地震的，对，真实的，它不是搬过来哦，它是真的全世界原址唯二的原地保留。我要讲，像是台湾的消防队员呐，都真的非常辛苦，不管是3条鱼的灾难特搜的部分，或是像这边是台中市消防局的搜救犬，对，他们的平常的训练呐，你看这么危楼，他们还是要进去，然后还是要在实地演练，对，像他这样在里面那样跑来跑去，会不会割伤啊脚？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训练完之后，都会去检查他的脚，是身体有没有外伤，是会去观察他的动作。这样捏就会知道，触摸，如果去捏一下它，它会缩脚，会痛的话，才会仔细再去看，还是扎到什么东西。像正常手去扎到木屑，对，那也是压的时候才会痛。为了克服各种救难环境，领犬员和他们的犬只平常也必须在瓦砾堆中挑战各种级别的训练。接下来，我和3条鱼的任务就是前往搜救犬队，一探这群特殊救难英雄的养成秘密。这是我们最近刚完工的新的犬舍，整个空间呐，
有遮阳的，然后其实像大太阳啊，这个布基啊遮起来是舒服的。对，注意到它那边还有放温度计。对，那我们都是用温湿度来控管这边的是5星级的犬舍。现在里面有几只狗？本来既有的犬只总共有8只，是，那最近增加了2到3只的新犬。现在这边闻不到味道，连大便尿尿的味道闻不到。你可以看出他们在整体环境啦，包括日常生活照料上面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用心，非常非常仔细。住在光复新村犬队的搜救犬们，拥有着5星级的居住环境，平常的饮食纪律也是非常的讲究。吃饭预备姿势。另外领犬会把碗一只一只会摆好。对，当所有的碗都已经摆好了之后，狗狗自然而然就会看着你们2位。哦，训练这么精良。当然，你就会注意看每一只狗都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再说 OK， 再说 OK。好，三条鱼给你看。OK， 哇，超整齐的，这个时候是最整齐的时候。瞬间狼吞虎咽。这个我习惯不一样，我就先吃那个就先喝汤，那汤就喝完了。其他的那个根本就是先把量的全部吃完。这好入曲哦，是最慢的。慢慢享受。那我们就等他们上完厕所然后休息，休息完后我们接着下午训练。对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世界一定。那你如果说你要训练的话，要考试的时候还要。然后再回到这边，然后再叫它来。来。要培养一只合格的搜救犬，据说必须经历1年以上至2年。搜救犬的日常训练也会在园区进行，脚侧半行、抛物拾回、滑动平台，都是领犬员和犬只最基本的默契培养。他们每一只在训练的时候啊，他都会跟着他的那个训练员就紧贴着。教官，这些训练都是你们算是给搜救犬的日常标准训练吗？靠叫做准备姿势，是，不管你要做什么动作，对，狗狗永远都是在领犬员的左边。哦，都在左边，对。这是它准备做动作的，所以我们统称这种姿势叫做准备姿势。是，对。那他就是去到现场啊，去到任何场景，他只要出了这边或开始训练的时候，他就要贴在你左手边。只要我们出去，它永远都是在左边。是，我们人不动，它就是坐着。对，统称叫服从训练。哦，这些都算是叫服从训练。那等一下会安排你们2位轮流当带救者。好，那我们会安排2只搜救犬是来找你。那我先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我先。要找到我，不要等下上车走人哦。不能让大家先知道他在哪里。搜救训练的重头戏终于来啦！究竟搜救汪汪队能不能找到我呢？哦，好恐怖啊！好，那我们这次的起跑点在哪里？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搜索的位置。好。嘿。上。他还是那个快乐的奔跑姿势。我觉得好紧张哦。被搜救犬成功找到后，必须拿着它最爱的玩具和它拉扯一番，这是对狗狗的一种奖励训练。好哦，我进来了。嘿。接下来寻找3条鱼的犬只准备出场，对
对于搜救犬来说，除了犬队的固定成员之外，我们都是属于陌生的外来气味。要找到躲在管子里的3条鱼，必须专注，不被外界干扰。刚才抓我的筒子。我搜救队有人在吗？有，在这里。在看似玩乐中的规律训练，其实一点都不轻松。每一项服从指令都是为了让搜救犬更有效率的发挥。这次搜救犬队拍摄完成后，于2023年2月6日，土耳其发生了规模7.8的地震，建筑物倒塌不计其数，死伤人数更是日日更新。当然，台湾也立即投入国际救援，派出130名救难人员，协同5只搜救犬出发前进土耳其灾区，当中包含了和我们一起拍摄的朋友，台中消防局的搜救人员和搜救犬腿腿和 Melody。因此，对于这群救难英雄格外的有感敬佩。在这里，世界第一等也祈祷灾难平息，搜救人员与犬只们都能顺利凯旋归来。大家有空也可以上台东搜救犬队粉丝专页，一起帮狗狗们和领犬员加油打气哦。